你知道奥特曼变身的原理是什么？在新奥特曼中，甚至还能将普通人幻化成巨人，但整个身体并不是人的细胞构成，而是一种未知技术的粒子组成。不仅能够坚不可摧，甚至能将巨人推移，简直就是一个无敌的人形核弹。而拥有这一项技术的，便是眼前的美菲拉斯星人。随着他按下变身器，小美应声变换成正常人。而美菲拉斯星人的目的，便是与人类达成合作，将贝塔魔核的技术送给人类。而当人类掌握此项技术时，可想而知，世界必将生灵涂炭。而此时的奥特曼，原本是以毁灭人类的目的来到地球，可融合了神勇之后，了解了人类的历史，渐渐对人类产生了感情，已无法苟同美菲拉斯星人的理念。就在美菲拉斯星人和人类交接仪式上，贝塔魔核刚刚出现，奥特曼便一把夺走了贝塔魔核。随后便将贝塔魔核甩入事先准备好的直升机中。美菲拉斯星人眼看计划被破坏，随后便现出原形，按下变身器后应声巨大化。两个巨人的战斗一触即发。两者势均力敌的战斗，一时间竟无法分出胜负。随后便进行最后的表现，但美菲拉斯星人却有恃无恐。レジェンドロフィーを利用した私と違って活動制限時間はかなり短いです。それまでに私を倒せるかウルトラマン。可他万万没想到，就在奥特曼身后的不远处，突然出现了另外一个奥特曼的身影。よそウルトラマン。眼看两个巨人已经停战，霍特队也交还出贝塔魔核。随着另一奥特曼的突然加入，美菲拉斯也宣告撤退。密林深处，另一奥特曼的身份也终于显现。光の星の掟を破った君に代わり、同時に私は最低者でもある。この星の人類は我らと同じ進化に至る可能性が高い。故に現時点で廃棄処分と決定された。作为宇宙中的神级文明，奥特曼一族拥有毁灭星系的能力，而与人类已经产生羁绊的奥特曼，并不认可佐菲的计划。私は本性の決定を過ちと判断する。可佐菲已经带来了光之国的终极武器之盾。随着之盾的启动，终极武器开始组装起来。最后会发射出1亿兆的能量球，将整个太阳系毁灭。面对无法停止程序的之盾，唯一的希望就是将之盾击败。随后神勇留下一个 U 盘文件后，变身成奥特曼，飞向太空开始攻击之盾。但不管是斯派修姆光线，还是更强的切割光线，都无法对之盾造成伤害。随后之盾汇聚能量射向奥特曼，只在瞬间，奥特曼便失去能量坠向地面。佐菲还想在最后时刻劝导奥特曼，可哪知此时的奥特曼已经誓死保护人类了。就这样，奥特曼坠入海中，被救起后的神勇昏迷不醒。而就在众人都以为只能等死之时，神勇留下的 U 盘成为了最后的救命稻草。最初に私が原因で人類存続のために強制的に発達させ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事態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ことを、私の知っているベータシステム、基礎原理と高次元領域に関する君たちの記号に置き換えておいた。人間が自らの知恵で考え、その手で新たに作り出してほしい。有了具体的理论依据后，全世界的智囊团开始商讨解决方案。你还别说，还真讨论出来了一个方案。可就在此时，之盾也开始汇聚能量，开始最后的毁灭程序。神勇预感不妙被惊醒，而小龙便将商讨的唯一方案告知了神勇。时间进入到了最后的倒计时，神勇与小美道别之后按下贝塔魔棒。就在最后的 0.2秒，奥特曼再次按下贝塔魔棒，同时化作一团火球直击之盾汇聚的能量球，两者能量的相互碰撞撕咬，只在瞬间便产生了一个黑洞。果不其然，终极武器之盾被吸入黑洞之中，而奥特曼拼尽全力想挣脱引力，但即使耗尽了能量，最终还是和黑洞消失于太空之中。
原以为奥特曼就此消失不见，可佐菲在异次元空间中找到了奥特曼，佐菲也被人类勇气与智慧所打动，不再消灭人类。随着佐菲按下贝塔魔棒，神勇回到地球，故事也就此结束。据了解，新推出的奥特曼一共分为3部：新奥特曼续集以及新赛文奥特曼。全新的世界观、更加写实的剧情以及更完善的 CG 特效，赋予了新奥特曼更多的商业价值。就让我们期待接下来的2部续集。